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大马。这期视频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加拿大连续加息对房产投资带来的影响。上一期视频还有上上期我们讲了房产投资有这个增值和现金流两大流派，然后我们用两个实例去分析了一下这个现金流房产和增值派的增值房产的投资回报率。没有看过这些视频的小伙伴可以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最近的话，3月2号那个加拿大加了一次息，然后说是之后还要有几次加息，这个对这个房产投资这个投资人心里面就会打一个问号了。之后要不要继续投资，要怎么办？然后我们今天就从三个角度吧，就是从贷款、回报率还有房价，就是加息对这三个方面会产生什么影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加拿大大马，我的频道主要是向大家分享有一定深度的加拿大的房产、股市，还有贷款、保险、理财等等方面的一些投资知识，也包括一些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经验总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右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在加拿大有用的投资知识了。那我们赶快开始吧。那第一个就是对贷款的影响，呃，大家都知道，这个房贷 mortgage 里面是有这个每月月供是由本金和利息组成的。那么简单来说，如果利率上涨了，你的月供就要增加。你买同样一套房子，都是50万、100万的房子，然后你的月供就可能从1500变到1700，变到2000。那么可能在一个大城市，本来你可能是一个现金流的房子，但是因为利息的增长，你可能就入不敷出了，就变成了一个负债、一个增值性的房产。这房产投资的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当利率下降的时候，就像前2年的时候，可能一些大城市本来是资本增值型的房产，你可能也能 cover 住了，因为月供变少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现金流的房产去投资。所以房产的这个每月的利息变化会影响到它的月供数额从而影响你的这个现金流。当然，我们知道那个一般我们买房产进行投资的话，一般都是走浮动利率啊。那也要看你买房的时机。如果你是买了房子以后，你比如说今年和去年你买了房子以后，接下来这1-2年利率增长，那么在有几家银行，你的月供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即使利率增长了，你的月供可能还是原来那个数字，只不过里面那个本金的比例会减小，然后利息的部分会增多。这也就意味着你的 cash return 不会变，但是你的 investment return 会降低一点。这就引入到我们第二个分析的点，就是它对房子回报率的这个影响。上一期我们分析了2个房子，然后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贷款里面是分这个本金和利息的。那么这个本金其实也是你挣到的钱，这个也是你的一部分这个投资回报。那么如果说利率增长了，如果你是后来才买的房子，那么你的月供会变多。那么它对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就是cash return，就有可能每年你的cash return可能本来是正的0.几或者几，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负数，也就是说每年你要付一些钱到这个房子里。第二个影响就是对那个由于那个月供的那个本金变少了，所以对那个 investment 也会有一点影响，就是你的每年那个贷款的本金本来可能是一年能还进去1万多块钱，那个钱也相当于是你挣到的钱，但是那个钱数就可能会变少，就可能比如变成1万块钱了，所以你整体的这个 investment return 也会变少。但是你的 cap return 是不会变的，因为 cap return 是这个房价的增长，所以利息其实对这个没有影响。当然，我想说一点，就是利息的变化、利息的增长，其实对 interest only 类的投资影响很大，也对这个商业贷款投资影响很大，因为商业贷款的利率比较高。然后 interest only 影响大，是因为像分红保险啊，还有 investment loan 啊这类投资，它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分母是你每年付的这个利息。那么利率一增长，对这个数的增长就很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一，是我基于3月2号涨息前，每10万块钱的这个月供是266，然后算出来这个投资回报率是400%多第一年。然后假设说利率增长了2%左右吧，那么月供大概会涨到400块钱一个月，那就相当于你的成本就快增长了1倍，那么你的投资回报率就像现在这个图一样，就一下下降了快一半。所以利率增长其实对 interest only 的投资影响会比房产要大一些。然后第三方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利率上涨对房价产生的影响。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这个图，这个图的话是加拿大的国家银行的利率和这个加拿大房价的一个同时期的一个比较。
这个红线就是加拿大的平均房价，这个蓝线就是加拿大央行的利率。这个图比较有意思啊，它把利率给反过来了，所以这个利率这个蓝线越低的时候是利率高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历史上，其实这个利率增加的时候，它那个房价稍微有一点点下降，没有很明显，就是这两个曲线没有非常直接的联系。甚至你看那个利率往下掉的这个07年、08年跌的这一次呢，其实房价跌的是更狠的，它其实是因为经济不好了，所以房价会往下跌。所以从这个图来看，房价和利率变化没有特别大的联系。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是房价的变化值，就是 change percentage 和这个隔夜利率的一个同时期的比较图。大家就可以注意到，就是当这个利率每次下降的时候，这个 change percentage 会是正的，也就是说利率下降的那一小段时间，房价都往上涨，然后之后就没有这个规律了，就是说它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它并不能决定房价之后到底是会变高还是变低，只是说在每次在利率变化的时候，在下降的时候，房子都会往上涨价，然后相应的就是每一次有利率上升的时候，房价的那个 change percentage 都很容易变成负的，虽然负的不多，也就是每次利率一上升，房价就会有一点点下跌，但是从这个图上来看，下跌的时间也很短，之后它就又变成往上增长。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图，这个图就是美国的一个历史上它的那个30年贷款利率和那个美国的平均房价的一个比较。这个图就更明显了，就是这个房价在稳步增长，美国的房价，然后和这个利率之间，贷款利率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像这个80几年的时候，利率都达到了10几、10几、17、18，但是房价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当然了，它这个看的是全国的，但是总体来说，房价还是这个曲线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和这个贷款利率之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关联。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就是利率，我觉得对这个房产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吧，就是比较有限。可能它比一些 interest only 的影响要小，比如像 HELOC、分红保险、investment loan 这些，反而会影响会稍微更大一些。另外，我觉得北美的房产投资它其实更受一些别的事情影响更大，比如说像一些政策啊什么的。像最近就听有人说这个加拿大投资房首付要限制要抬高到35%，像这个其实影响就挺大的，因为你之前可以20%首付，现在你的资金要多将近1倍，那你回报率直接就斩半了。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真的这个消息，但是大家如果就是想要以防万一的话，也可以尽早开始那个找贷款经纪做这个 refinance 什么尽早把这个现金给提出来比较好。然后我们这几期讲了挺多关于这个房产投资的一些分析一些知识。那么我们下一期打算讲一下这个房产投资初期，就是或者是你想要买自住房，就是你在加拿大如何能够买得起房，我们下一期会进行一些介绍。谢谢大家。